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我係 Kylie。喺上兩個影片我就講過啦，如果需要喺德國入籍嘅話，你就需要 B1 程度嘅語言證書嘅。呢個影片呢，我就想同大家稍微解釋下唔同機構嘅證書嘅分別啦，同埋介紹下咩係 DT-SAT。咁 B1 就係 B1 係一個語言程度嚟嘅，我諗大家都知，不過我都稍微解釋下啦。A1、A2、I1、R2 就係初級啦 ，B1、B2、B1、B2 就係中級 ，C1、C2、C1、C2 就係高級程度咁樣。咁我覺得由 B1 到 C2 每個級別嘅德語程度差好遠好遠。如果要證明自己德語程度咧，咁你就要考試啦。考試又有唔同機構嘅證書，咁有啲人去考 TestDaF， 有啲人考哥德，有人考去 Text 咁樣。咁你又可能聽過 DT-SAT， 其實佢哋有乜分別嘅咧？簡單嚟講咧 ，TestDaF 即係 Test Deutsche Aussprache 呢個考試咧，其實係由德國語言測試機構 TestDaF Institute 主辦嘅。主要佢就係想為咗喺德國讀大學嘅國際學生提供考試啦。哥德學院嘅證書其實就係綜合性質嘅，無論你係做緊嘢定係學生都去考啦。咁佢其實就好權威，因為佢係德國官方外交部簽訂框架協定，喺全球各個從事文化活動嘅機構嚟嘅。咁佢50年代已經開始有德語課程同埋推廣德文㗎啦。而 TEC 嘅考試就係一家德國嘅測試機構 TEC GmbH， 係 European Language Certificates 歐洲語言證書啦，開發嘅外語知識評估標準化系統。咁佢有10種語言可以揀嘅，哥德就係得德文嘅啫。事實上呢幾個試都普遍受官方大學或者國際機構認可啦，冇話邊個好過邊個嘅，只係邊個比較切合你嘅需要嘅啫。如果你攞嚟做入籍證明嘅話，只要你考到 B1 嘅話，其實以上3個機構嘅任何一張證書都 OK 啦。咁當我報考 B1 嘅時候咧，個工作人員同我講，如果你考入籍試 Einbürgerungstest 咧，其實你應該去考 DT-SAT 嘅，即係 German Test for Immigrants。DT-SAT 就係 stand for Deutsche Test for Zuwanderer 啦，即係移民德國嘅德語考試嘅 B1 考試，好似好複雜。DT-SAT 係由德國聯邦內政部委託哥德學院同埋 TEC 合作開發嘅語言能力測試。佢專為移民入籍而設嘅，基本上同其他機構同埋 TEC 自己嘅 B1 考試都差唔多噶啦，都係分聽讀寫講啊 Hören、Lesen、Schreiben 同埋 Mündliche Prüfung 啦。不過我睇完一啲資料之後，我就覺得其實 DT-SAT B1 比起其他幾個 certificate 嘅 B1 容易好多啊。點解我咁講呢？第一點，唔合格都有證書。好似我上述咁提及嗰幾個考試啦，如果你唔合格就唔會有證書去俾翻你嘅。咁好似我之前去考高級程度嘅德語程度證書啦，因為筆試度爭幾分就冇任何證明啊，佢唔會因而俾一張 B2 嘅證書你嘅，所以你只有得到證書同埋得唔到證書兩個結果嘅啫。但係 DT-SAT 即使你 B1 唔合格，由於佢嘅分數有分設等級啦。如果你嘅等級係低過 B1，但係又多過 A2 嘅話，結果上面都會有 A2 嘅證明。咁你諗下，如果我嗰陣時係考哥德嘅時候，C1 爭少少，但係嗰張證書就話其實你有 B2 啦，咁你已經慳咗好多麻煩啦，係咪？不過講開又講，如果你 B1 肥咗咧，你就算攞張 A2 翻嚟都冇乜用，因為 B1 嚟講喺德國係生活基本上需要咯。如果你 B1 程度都冇，基本上你好多嘢都做唔到。你入籍攞住 A2 亦都係冇用，所以攞到 A2 嘅學生其實都要死死氣考多次 B1。第二點啦，聽讀寫講，如果你 fail 咗寫作或者聽讀嘅其中一個，你竟然都會有 B1 證書喎。呢個真係好屈機啊！我哋睇下張圖先。要得到 DT-SAT 嘅 B1 證書咧 B1 證書咧，考試必須有 B1 程度合格啦。但係如果筆試嘅部分咧，佢哋就會將 Hören 同埋 Lesen 即係聽同讀嘅部分放做一組，文章就係第二組。你只需要有一個寫作嘅部分達到 B1 嘅程度，即係另外一個部分就算你得 A2，咁你加上考試合格就會有 B1 證書啦。
即係如果你 Hören 同 Lesen 加口試都有 B1 嘅程度，或者 Schreiben 加口試都有 B1 嘅程度，其中一個組合都可以有 B1 嘅證書。哇！太容易啦，係咪呢？所以唔使驚啊，要考試嘅大家。咁我喺之前影片講過啦，我之前考過 DTZ B1 嘅，咁但係其實因為我喺考呢個試之前幾年已經讀到喺慕尼黑嘅科學書嚟已經讀到 C1 啦，所以其實合格都係意料中事，高分亦都係冇乜特別嘅事。最後呢個我俾大家嘅意見啦，如果你真係短期之內好需要一張 B1 證書嚟做入籍嘅用途呢，你真係去考 DTZ B1 啦，因為佢比較容易，亦都冇咁大壓力。不過呢，如果你長居德國想繼續升學就業或者想更加融入社會咧，就算你唔去考試，讀完 B1 考完個試之後，我建議你都係繼續去讀德文進修，因為 B1 其實係夠攞嚟入籍嘅，同埋喺德國生活基本上都係夠嘅。但係好似我咁，我去到語言能力會話可能已經有高級程度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喺生活上同人討論一啲深啲嘅話題，都會發覺有啲嘢唔明得晒或者表達唔到。所以我話如果你想有效溝通咧，其實 B1 真係夠生活用，但係你想講深啲嘅話題，你未必參與到啦。有時我遇到一啲對亞洲事物或者政治好奇嘅德國人，或者對香港啊、台灣情況唔了解嘅德國人，都好慶幸自己可以同佢哋用德文解釋自己所知嘅嘢。如果我真係得 B1 嘅程度，然後就唔去繼續讀落去咧，我諗我講唔出心入邊嘅諗法咯。有時真係有理說不清，又口難言，真係好痛苦，好似啞咗咁樣。所以我鼓勵大家，如果你喺德國會繼續住落去嘅話，你考到 B1 程度嘅證書之後，其實都盡量繼續讀德文啦。咁平時多聽多講多睇，保持一定嘅水平啦。就算唔進步都唔好退步啦，加油！咁睇完條片之後，希望大家 like 啦、subscribe 啦，同埋 share 俾其他朋友啦，同埋 comment 啦，俾我知道大家喺德國語言掙扎或者考試嘅經驗咁樣啦。下次見啦！